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嗎？100遮3醜，尤其是紅色布涂裝的膠感。本集來看看由好微笑出品的了合體新生龍人 DX Dynazeo Life 登場於遊戲超級機器人大戰外。雖然架構基礎是在電光超人 Dynazeo， 不過原作並沒有這一台哦，是遊戲原創的機體。外盒跟系列的風格一致，從側面看也是很省空間，比較窄。在遊戲中是沒有展現分離形態的哦。設定上雖然是 Dynazeo 的視作機被寄生，但並不具備單體分離的形態。不過本款身為同模改色小改款的商品，當然就順理成章的與原色版一樣有分離形態啦。Dynazeo 家主體結構與原色版並沒有不同，同樣的左右合璧零件很多。白色的主色是塑膠成型色，但意外的紫色部分有淺淺的噴塗感哦，只是金色的牙齒一樣只塗外層啊。新生龍人有多一個形態，因此本款有多附屬一顆頭部可以替換，只是此形態因為龍嘴都是閉上的啦，所以外形上並沒有不一樣哦。另外比較大的變更點就是多了一塊金色塗裝，加上已經幫你貼好偏光貼紙的盾牌呀。雖然預設裝在左手臂上啦，不過其實也能夠裝在右邊。另外就是能裝在後側，變成比原色版更有氣勢的龍尾巴。而單體變形的龍頭炮，本款也是可以完全變形哦。同樣只差在新增的盾牌胸甲可以裝在最上面，亮亮的会變色，总是比較好看啊。Dynawing 主色變成白色，看起來膠感就降低了不少。整體外形結構跟原色版一致，所以包含機翼的齒輪虛位也是直接繼承啦。然後也是剛開盒的時候很硬啊。同樣因為有第二形態，因此機身的後側頭盔有附屬另一個樣式哦。也因為另一個形態的外形比較多尖刺啦，所以看起來會比原色版多一點氣勢。頭模巨蟒，因此也可以跟 Dynazeo 家合體啦，結構也一樣，所以合體的方式也都沒有改變。另一形態的尖刺並不影響合體哦，而盾牌可以改裝在左右的肩膀上。Dynazeo 與原色版比較，同樣是膠感因為配色不同而降低啦，但輪框跟前面的手指依然是不塗裝啦。除了膠感降低之外，改成白色之後，整體的視覺感差異度也就蠻大的，氛圍完全不一樣。同樣因為有另一種形態，所以有附屬不同造型的尾翼可以替換。也因為另一種尾翼外形比較浮誇啦，所以造型上也會比原色版來的奔放。頭模巨蟒，因此也能夠與 Dynazeo 家合體啦。結構也相同，所以合體的方式也就都沒有改變。比較奔放的尾翼並不影響合體。Dynadaiba，夠漂亮的白色真的是可以把外形的缺點給修整啊。原本黑色一塊沒什麼特色的潛水艇，改了個配色之後，突然感覺提升了質感。雖然以逆中為目的的潛水艇變成顯眼的白色，但原作中好像也沒有要分離的意思，所以沒差啦。同樣因為有另一種形態，因此有附屬2個替換的角飾，替換掉原本2個握柄。而2個角飾也因為有金色的塗裝，加上它比較大根，因此對外形來說也多了2個顯眼的部位哦。當然，原色版的導彈艙聯動機關，本款也是完整保留了，畢竟這可是這個模具相當出色的把玩之處啊。讓Dynazeo家握持搭載當然也沒有問題啊，不過原本的握把改成角飾之後，就不是握着，而是抓着了。合體成新生龍人，基礎形態與之前的合體龍人一模一樣。因此合體結構並沒有做任何的改變哦。把玩體感上，Dynazeo家的雙肩緊實度不及原色版，雖然不影響整體的變形合體，單純覺得有比較鬆。另外腰部的結合點似乎有變得比較緊實啦，但這可能需要更多的把玩次數之後的驗證。新生龍人 Dynazeo Life 遊戲登場的原創機體，有怪獸幽深思想4人眾所加持。設定上是因為微米級大小的怪獸佔據了 Dynazeo 的視作機，在遊戲裡滿足條件後，原本是敵人，而且已經被我方打倒並灰飛煙滅的4個人，就為機體復活，然後搭乘這一台機體加入我方。但戰鬥動畫除了變身後的大招是新的之外，都是直接沿用 Dynazeo 的動作模組，所以看起來跟4位駕駛的調性有點不搭哦。模具是沿用，因此頭頂高並沒有改變，依舊維持在25公分。通常形態的重量並沒有太多增減哦，維持跟原色版差不多是這麼重。對照通常形態的原設定，與原色版就是單純的改色啦。不過純白的主色與紫色確實讓整個視覺感受度不同。就算都是塑膠成型色，但白色的膠感還是沒有紅色那麼重啊。
銅模改色怎麼會逃得過重點式的塗裝呢？不過除了剛剛提到白色的主色確實明顯降低膠感之外，多數的紫色部位也確實有一層淡淡的噴塗顆粒。只是既然要塗，為什麼不好好塗嘞？而大部分的金色部位同樣有發色很優秀的塗裝哦，但也免不了還是有直接用成型色的大變金色啦。然後那個手指湯口真的有夠明顯。即便是已經隔了有點久的改色再版，但這個模具合體後的杯具髖部可動關節依然說不改就是不改。因此整體的可動表現就跟原色版一模一樣啦，完全沒有想要改進的意思哦。因此我們這個部分就跳過，避免二次傷害啦。有興趣的觀眾請參照之前 Dyna Zeon 的影片哦。背後的兩管炮同樣雖然可以翻折到前面，但因為模具設計的距離，因此无法重現以龍爪當支架的樣子哦。手掌的格鬥武裝 Dyna Zeba 有附屬2根特效鍵可以使用，發生器轉上來之後裝上特效鍵就可以啦。小水的導彈艙機關當然也就可以使用 Y 啦，但極度可笑又不改的髖關節設計，遊戲裡沿用的原色版導彈梯依舊是無法重現，還是只能下輕腳。遊戲中放大招的時候會轉換形態，本款也有附屬替換零件哦，臉跟頭飾都會換掉，雙肩的小翅膀也會換掉，膝蓋也會換掉，腳掌會轉成龍爪，最後把胸甲裝上去就完成了。第二形態，透過寄生在视作機上的怪獸對机體散發出特殊的光粒子所變换而成。遊戲中就只有放最強招式的時候才會變身哦，因此可以看作這個樣子才是這一台機體真正的樣貌。替換件的外層幾乎都有預先貼上去的偏光貼紙，雖然是貼紙，但是相當漂亮哦。搭配主色白紫色，確實有發揮到很好的效果。另外，臉部的樣貌也有很大的改變，看起來更加兇狠了。合體為合體強龍，變形合體方式跟原色版是一樣的，畢竟結構上並沒有做任何的變更嘛。同樣在合體形態下，只要拆掉手臂跟胸甲做各自的變形。身為主體的 Dyna 收入甲不需要拆掉，直接變形成龍的頭部還有身體，腿部則變形成逆足腿，接着銜接上就是一台車的尾巴，然後再接上已經變好的飛翼，最後把頭盔裝在脖子上就完成了。合體強龍 Dyna Lex Relife 設定上並沒有這個樣貌啦，純粹是因為玩具商品是銅模具，所以就延續了本來的結構機能。當然啦，也能夠替換零件變成第二形態，人形的膝蓋部位換成尖角，尾巴末端替換成第二形態的樣式，胸甲則翻出接點接在胸前。最後把脖子的頭盔也換成第二形態樣式就完成了。若之前的原色版是以 Dyna Lex 的樣貌來展示的話，是還蠻推薦這一款改用第二形態來擺啦，這樣外形的差異化就會更加明顯哦。第二形態附屬零件上的偏光貼紙是真的與本款的色調更加的契合啊。超合體龍王開塞魯古利多奈多，此形態本來就是用 Dyna Zeon 為基底，只是把核心換成古利多奈多，然後把原本的核心變成炮搭在肩膀上。因此，身為銅模具的本款也可以直接替換使用哦。換個顏色，果然感覺都不一樣了。超龍王合體超人 Roku Kaiseru Gridman， 同樣是換掉核心，基底還是 Dyna Zeon 的全員大合體形態。本款當然也可以直接替換使用啦。不過頭盔還是維持原色的紅色系啦，所以看起來是有一點怪。還有龍爪的特效手背的顏色也不對，雖然有主色改成白色的版本存在，不過那個版本比較不好入手啦。最後是地台支架，雖然模具也是直接沿用原色版啦，但是名牌的電鍍金字樣有改成本款的名稱哦。遊戲的原創機體雖然原作中並沒有登場過，不過整體的顏色搭配卻意外的相當好看哦。搭配偏光貼紙的第二形態，我自己會覺得甚至比原色版來的好看啊。當然，這有可能是因為原色版的膠感太重的缘故。外形雖然好看，但本質是沒有改變的。糟糕透頂的過時髖部設計，即便是原色版模具最初發售的2021年，這也是相當落後的設計結構啊，完全是辜負整體外形的最大敗筆。因此，本款直接沿用，當然就還是同樣的致命傷啦。但因為直接沿用銅模具啦，因此可以輕易的與系列的其他套組做替換，
換個顏色，換個心情，這點倒是相當不錯。總之，雖然最終都還是站在那了，但結構造成的把玩性低落還是很影響心情。要不是當初看這個配色相當對我脾胃，不過我也是猶豫了幾天才下定就是。就這樣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拜拜。